哎，小伙伴们，看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跑步比赛的现场在布置。今天是这边的周日，那比赛应该就是今天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比赛。志愿者已经穿上了志愿者的衣服了，这儿应该是各个号码。我要没看错，这是一个持续了20届的比赛，今天是第20。我正过来给大家看看啊。小伙伴们有没有知道的？running through 什么？不认识了，是不是跑过什么的意思？不知道啊。我无意中看到了一场本地的比赛。它没有英文这些标上，就完全看不懂了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12号星期日清晨的布达佩斯，今天是母亲节，对吧？我们应该祝福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。看这个是布达佩斯的中央市场，但是今天周日他休息。昨天中午来这儿吃了顿饭。2层都是吃饭的，还有纪念品；1层就是卖生鲜的。买了这边有名的那个甜椒粉 Paprika， 对吧？我特别喜欢吃那个，因为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买那个，然后炖牛肉或者炖鸡肉，特别好吃。今天只带了1个相机出来，我绕了一圈来的这儿，然后我们还是去哪个岛？我弄了一个他们这自行车的 APP， 是140去阿利福林一次，大概就是不到3块钱的样子。今天跑一个从来没跑过的桥，这个桥也挺好看的。一看这条特别让我想起刚开始看《绝地求生》，我不玩，但是我有时候看。其实要没有这个挡着的这个，真的是可以走上去的，是不是？看这么大的游船，那边山上有一个十字架，然后那儿有一个雕像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。又横跨多瑙河了，咱们一会儿再聊吧。昨天把 Pace 3的系统更新了，那界面变样了，你看，变成像每个指标下面写的都是中文的名字，而且颜色还不一样。这是我就是人生的第2回来多瑙河河边跑步，上一次还是我忘了是在哪儿了，是在萨尔斯堡吗？也可能是在维也纳，不记得了。一开始我以为我到了多瑙河，还特别兴奋，然后跑了几公里以后一拐弯，发现我到了多瑙河，比我刚才看的那个多瑙河要宽无数倍。就这是多瑙河，我当时好像去到了一个跟它名字都差不多，可能是一个分支。后来跟有的小伙伴分享这个记忆，好多人都有这种记忆。初到欧洲看到一条大河，一看地图，多瑙什么什么。小伙伴们看，跑到了河的另一侧，河的西侧。我这是第2圈，我决定最后这半圈稍微加速，然后跟大家聊聊天。刚才河边风太大了，我就给关了。不加到冲刺速度就能够说话的匀速跟大家聊聊。之前这几期我说训练的事儿，评论区、弹幕区，分成了2个阵营。
一部分觉得我说的对，一部分觉得我在胡说八道。我的观点是这样的：无论您怎么说我，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训练不吃苦，成绩不优秀，没有之一。您按您的 MAF180跑吧，您跑10年，还是那个成绩。因为我们是普通人呀。我在最近偶遇的这些小伙伴，我特别羡慕他们，跑步1年2年就能跑进330，甚至跑进3小时。一问人家一个月跑200多。我跑步前4、5年，一个月只能跑100多。我没有什么运动天赋。你问我后悔吗？我后悔。但是你让我重新来一次，我能做到吗？我做不到。因为那时候我一个月跑180，我已经觉得很累很累了，而且也会受伤。真的，所谓的无伤跑法，就是让你拉到足够低的下限。因为你想，你没有听过说谁走路正常的走路把自己走伤的吧？就是疲劳性损伤的那种，很少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跑步受伤？跑步强度大呀，对不对？你别说300公里，你就说这一个月100公里，它也是个巨大的数了。像生活半径小一点的地方，比方说这儿，上下班2公里，一个月上22天班，也不过就是40多公里，对吧？100公里不近了。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您不是从小就练，很多小伙伴或者绝大多数可能都是28、9、30多岁才开始跑步，因为年轻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个事儿。你看我现在不知不觉跑了10年了，马上40岁。我才找着一点训练的感觉，但是感觉已经晚了。不是说40岁之后不能跑，也有小伙伴说你才多大呀？那得分干什么，对吗？我要是想跑进3小时，我估计我到60岁也没问题，甚至我到65岁可能都没问题。但是我想跑进2小时40啊，这个要速度能力啊。那天我就说，为什么非洲人跑的比欧美所谓科学训练的人快呀？是因为虽然非洲人训练不科学以前，但是他从小就跑啊，他多用了那么长时间。而且有时候马拉松这事儿未见得科学的就是对的，真的，因为它是个耐力项目。因为现在你听到的所有的科学都是现在的科学，就像以前人们觉得天是圆的，地是方的，以前人们觉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。当然了，换一个角度说，你把地球看成宇宙的中心也没什么毛病，对不对？科学是不断发展的，而在没有发展到很好的时候，比方说现在面对很多伤病，尤其是韧带筋膜的伤病，别说普通人，专业运动员因为一条跟腱可能就职业生涯就结束了。人类在这些东西面前太渺小了，所以呢，导致现在的科学是什么？现在科学是让你不要那么拼，让他在确定没事的情况下去走。这就像我们交通限速，对吧？那是因为现在还解决不了高速交通的时候安全的问题。好多事儿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对很多人来说，您这一生跑马拉松，注意啊，我只说训练的小伙伴要成绩的，您锻炼的小伙伴不用听我的。
你看这么多慢跑的人嘛，对吧？不都挺好的？训练的小伙伴想要成绩的，对普通人来说，马拉松生涯10年一晃而过。一般人1年能有3场全力以赴的比赛就很了不起了，再加上天气、身体各种因素，机会少得可怜。你们看我这1年多，算是时间自由的，虽然工作还是忙，但是我也不可能说几个大赛一起跑。你看大阪马拉松我全力以赴了，之后身体状态就不好，然后就受伤，到上个月才好起来，这都已经又一个 Q 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年如果我秋天有目标赛事，我现在开始全力以赴快马加鞭训练，也就是4个月、5个月的准备时间，所以我可能下一场目标赛事会放在神户会晚一点，然后就是明年的大阪或者东京。不是说那些让你放低强度有多是害你，就是这个害不是带引号的啊，而是说它不会让你有很快的进步。你看，就像我现在这几公里，你多跑一跑这种，在身体能接受的情况下，那显然是要比慢慢溜达着要有用的多呀。不瞒大家说，就我现在的体感，和我刚开始通勤跑步5公里，那时候恨不得每天我都能 PB。那时候每天通勤的早5公里、晚5公里，都比现在累，都觉得比现在跑的每一步都拼。我是这么跑过来的，我还跑了，我的进步还这么慢，我真的不相信强度再低的训练能比我进步快。但是人跟人技术条件不一样。还有一位小伙伴说，专业运动员的课表你见过吗？我没见过，但是呢，我在有一次比赛中超过了专业运动员，虽然那个专业运动员是女子的。我不知道你们跑多快，我不是说跑得快就有话语权，只是说一般跑得快的人不这么说话。人就是越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，就像那天我说学日文，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啊我学会了，然后你越学越害怕，学任何知识都是，对吧？你越学越害怕。就像我刚开始学微积分的时候，我再一看以前那些面积体积公式，我觉得哇，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，背它有什么用啊？但是如果你没有背过它，你就没有机会学微积分呀，对不对？哦，5公里的路标看到了。所以励志拿成绩的小伙伴就努力吧，真的。受伤不可避免，伤病并不可怕，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会受到那种让你断送运动生涯的伤。运动员那种断送运动生涯的伤，也不是因为比你伤得重，是因为那个伤让他不能发挥最后的3%，而别人行。5月12号星期日清晨7点15，训练结束，第3个训练日。看我坐在了一只脚上，背后不知道是个什么建筑。平均配速看看啊，平均配速4分51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最快1公里4分，平均心率140。其实，在开始加那1公里、那2公里速之前，差不多都在4分50多的平均配速，将近5分。一开始几公里比较慢，上完那岛开始快，然后呢冲到最后，从那岛下来回家这段也不慢，大概4分20。但是这个训练对我来说就不算快，真的就是训练量跟训练强度是个怎么说呢，此消彼长。
就你的能力就是这么多。我的能力，比方说是平均配速4分50，跑500公里一个月。那如果想跑600，可能就做不到4分50，或者肯定就做不到4分50。这都是就这两个综合起来，就是量跟强度综合起来，慢慢的上升，成绩就能提高。好吗？我这相机的电量已经红了，随时可能会自动关机。明天离开这儿，下一站是马耳他，有朋友在那边，正好好久不见的好朋友。那就这么着吧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我们一起加油干，咱们明天见。